好相機和 CMOS 4K， 在 App 裡填好 RTMP 的地址，點一下開始推流，馬上就能用相機畫質去各種平台直播。一個小小的設備加上一台你已經在用的 iPhone， 就能直接把你的微单 HDMI 信號變成大屏監視器、現場錄機和移動直播工具，還能順手幫你讀卡看素材。這個組合聽起來是不是有點離譜？它就是智訊的 CMOS 4K， 一款已經上市很久但很少有人知道的自媒體好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回到 BRBD 的頻道。对于自媒体博主而言，機器本身屏幕小，所以想外接監視器，價格不便宜，還得單獨供電。無線圖傳的話，信號好時很香，一旦有干擾就掉鏈子，也是常事兒。直到我找到 CMOS 4K， 把它夾在相機上，一根 HDMI 連接相機，一根線連接手機，很多以前的問題就突然解決了。我們先說清楚 CMOS 4K 到底是什麼。它本質上就是一個把相機 HDMI 信號翻譯給 iPhone 或者 iPad 的設備，一側是 HDMI 輸入接相機，一側是 USB-C 輸出接手機或平板，背後是索尼 NP-F 電池槽供電，側面還有一個 SD 卡槽用來讀相機卡，前面自帶一個手機夾，你可以直接把 iPhone 夾上去。如果你想用 iPad 當大件，那就再配一個官方籠子，把 iPad 固定好。整套東西加起来，其實就比一個傳統的監視器多了一根線，重量也完全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。連接好之後，手機上打開智訊的 App， 相機畫面直接就進到手機屏幕。這時候你的手機就當一台專業監視器用，對焦峰值、斑馬線、偽色、波形、直方圖、矢量試播，包括變形寬螢幕去壓縮、加載 LUT。全都可以在手機裡打開。你想用變形寬螢幕鏡頭，可以直接在手機上看去壓縮後的畫面；你想控制曝光，可以看斑馬線和假色；你想確認膚色有沒有跑偏，可以直接看矢量試播。加上現在手機屏幕本身素質就很高，亮度、色彩、細節都比相機那會兒小屏好太多，監看體驗是實打實的往上走了一檔。但這款設備在我眼裡最牛的功能是移動直播。現在很多自媒體博主都想通過相機實現高質量的直播，因為只用手機直出的畫面，景深、寬容度、暗部表現都會差一截。有了 CMOS 4K， 你可以讓相機負責畫質，手機負責網絡。接好相機和 CMOS 4K， 在 App 裡填好 RTMP 的地址，點一下開始推流，馬上就能用相機畫質去各種平台直播。你對着手機這塊屏幕，一邊監視畫面，一邊看彈幕互動，背後是 4G 或 5G 頂着推流，是不是很 nice？對於經常做戶外直播、活動直播的小團隊來說，這種一人扛設備加監看加推流的工作流是非常現實的。另外 CMOS 4K 還有一個非常適合自媒體搶首發時間的功能，就是把相機畫面直接錄到手機裡。以前我們拍完一套東西，素材全在相機卡裡，想馬上剪一條短視頻發出去，要麼現场掏電腦拷卡，要麼等到回家再慢慢導。CMOS 4K 在採集 HDMI 信號的同時，可以直接讓手機錄一份 H.264 的 MP4 文件，相當於給相機做了一個實時備份。這個文件放在手機裡，你可以立刻丟進剪輯 App 去做一個粗剪，加上封面字幕，就能直接發到社交平台。对於那種活動剛結束，馬上就要發一條短視頻的場景，這個功能就非常實用。當然，這份素材的編碼深度肯定不如機內的10比特，最高畫質還是要靠相機內的原始文件。但對於應付日常剪輯和線上發布是完全沒問題的。最後聊聊 CMOS 4K 上很加分的一個小點，它的 SD 卡读取。在拍攝間隙，你可以把相機的 SD 卡拔出來插到 CMOS 4K 的卡槽裡，然後 App 裡面直接瀏覽卡裡的照片和視頻，這樣你就可以在 iPhone 或 iPad 上當場給客戶看畫面細節，或者挑幾段素材立刻拷到手機上傳，相當於相机卡變成了一個隨身 U 盤，手機則是你的瀏覽器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這個讀取功能現在主要是在 USB-C 接口的 iPhone 和 iPad 上使用。老款的 Lightning 口設備在這一塊就比較有限，但不影響監看、錄製和直播這些主要功能。硬件層面 ，CMOS 4K 的供電也比較省心，一塊 NP-F750基本就可以撐好幾個小時。設備本身功耗也不高，關鍵是它還能順手給手機反向供電，等於你拍攝時手機基本不掉電。對於長時間拍攝、直播這種場景來說，很大程度上減輕了手機電量焦慮。
整個設備本身也不重，不會給你的相機重量帶來太大的負擔。裝在熱靴、魔術臂甚至穩定器上都能找到它合適的位置。說完優點，我們也要把一些现實的問題講清楚。第一，它現在完全站在 iOS 這邊，安卓暫時不支持。或許現在已經出了安卓款，但我目前沒有留意到。第二，就是輸入信號最高是 4K 30p、1080 60p， 再往上就別指望它能識別了。上機前先把相機 HDMI 的输出格式調對。第三，戶外高溫時候，手機一邊當大屏，一邊被充電，又一邊在跑 app，難免會發熱卡頓。iPhone 自己會啟動保護，把屏幕的亮度壓下来，所以在大夏天的太陽底下用的話，還是需要注意散热。第四，就是机身側面的 SD 卡槽是拿來读卡，而不是拿來直接錄 HDMI 的。真正錄出來的文件還是存在手機裡，所以你的手機空间還是要預留足夠。還有一個小細節，線材一定要老老實實用官方附帶的這根，它不是普通的数據線，裡面是有設計過的。隨便換一根第三方的線，有很大概率會出現供電有畫面無的情況，這個事兒還是一定要注意的。整體體驗下來，智訊 CMOS 4K 給我的感覺是，它不是在跟傳統的監視器硬碰硬，而是在用另一條思路把你手裡已有的手機屏幕資源榨乾榨透。你原本可能只用手機看消息、刷短視頻，現在順手把它夾上去，就獲得了一塊高素質的監視器、一個簡單的錄機、一個移動直播設備和一個讀卡工具，其實還是比較划算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。依舊，如果你有什麼不懂、不會或者更有意思的玩法，歡迎評論區留言。我們下期見。